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期限格的期限谱。这个视频呢，我们来讲一下 SPIRO 的另一款最新发布的画放通道条，它的名字呢叫 Track One 3。上一次介绍的呢叫 Channel One 3一个叫通道，一个叫轨道。而这一款看它的外形只有 EU 紧凑型，你大概能够猜到它是 Channel One 第3代的一个简化版，并且呢，这个价格呢比 Channel One 3呢要便宜了将近1倍。这个 Track One 3呢还有一些自己的比较独有的东西，用来推电容的麦克风，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你会发现它的音色呢跟 Channel One 呢是非常相似的。这个画放到底功能怎么样呢？我们用这个视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看一下这个下位的替代到底阉割的有没有良心，它几千块钱的价格到底是不是你的最优解。首先看它的背面的输入输出的接口，在输入方面分别是卡农的麦克风接口，以及一个 6.35 的乐器的 Hi-Z 的高阻的乐器输入接口，纯线性的 Line 的输入接口。这个画放你仍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混音用的效果器来进行使用，而它的输出接口呢给了2个，一个呢是卡农的，一个呢是 6.35 的。它有一个特有的功能，就是你可以将2台 Track One 给它串联起来，利用1台来控制2台的压缩效果器。如果说你要录制立体声的情况下，接了2台 Track One 分别对压缩效果器进行调节，有时候呢可能左声道右声道调节的这个参数呢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如果你想让它们保证是完全一样的参数那你可以把2台串联起来，用其中的1台作为主机来控制压缩，另外1台呢会跟这1台的参数完全一样。接下来我们回到前面板，第一个旋钮呢就是它的麦克风输入增益，它有63个 dB 的最大增益，比 Channel One 的小了5个 dB。它的推力呢会比 Channel One 稍微小一点点。如果你用的是正常的电容麦克风，这个画放用起来没有任何的压力。如果你要推动圈那我建议你谨慎购买，因为推动圈这个推力的确会有一点点不够。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按键，第一个呢是切换到你的乐器和线性输入，第二个呢是开启48伏的幻象电源的开关，如果你插的是电容麦克风那肯定是需要的。第三个呢是低切如果你的低频有一些你不需要的内容呢，你可以把这个低频进行切除。在输入音量增益的隔壁这一个旋钮呢是它的齿音消除器，也是这个画放最大的卖点之一。如果说你要使用的话，点开它的开关，它的黄灯呢会亮，点开之后呢你可以用这个旋钮来控制它的齿音消除的量。最左边呢就是不去除越往右边呢去除的会越大。它的齿音消除的效果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自然，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功能。再往右边走呢就是这个画放的压缩模块，它呢给你准备了2个灯，第一个灯呢是压缩效果器的开关，点亮之后呢是黄灯，第二个灯呢是 limiter 的开关，点亮之后呢是一个蓝灯。 limiter 也就是限制器，这个是 Channel One 第3代所没有的功能。限制器的作用呢就是让你在录音的前期无论你怎么喊它都不会爆音，因为它给你限死了就算是你的音量非常大有一点过爆，它的这种算法呢或者说它硬件的这种模块呢会让你的声音非常的自然，哪怕音量很大。第一个旋钮呢可以调节它压缩的量，增益的旋钮呢可以往右边拧，越往右边呢它的这个增益量呢会越大。再往右呢就是它的 EQ 模块，如果你需要使用的话，你需要点亮它的这个黄灯，它有2个可调频率的频段，还有一个不可调的空气频段。它的低频部分呢是30赫兹到700赫兹，它的高频部分呢是680赫兹到15000赫兹。你可以通过选择一个频率点，然后通过它的加减的这个旋钮来对它进行增益或者衰减。然后呢 Air 呢就是它的空气频段，它呢是固定19000赫兹，所以呢你直接进行增益就好了，它不能调它的频率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灯首先呢就是可以显示你的这个电频，当前的音量电频，而底下这个呢可以显示当前你的这个声音被压缩的这个量，它呢会提示你。另外呢就是它的压缩效果器的工作原理非常有意思如果说你要被压缩的这个声音音量比较的软，比
比较的小，它的起始和释放时间呢会比较慢。但如果你的要压缩的这个声音超过它的这个阈值的这个声音就比较猛烈比较大的话，它的起始释放时间呢会比较的快，跟这个 Channel One 第3代的那个工作原理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画放通道条呢，我们就把它讲完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减配，因为它并没有像别的公司一样把那个压缩 EQ 什么的给你砍了，对吧？最重要的功能什么齿音压缩 EQ， 甚至是包括它独立的限制器，它都给你了。所以呢，也有它自己的卖点。相比于 Channel One 第3代呢，就是少了同时接2个麦克风的功能，并且呢，它没有这个顺态的控制然后呢，总线少了个 mute， 就是静音的功能，对吧？少了一个电子管的画放染色。我觉得这个减配还是非常有良心的。所以呢，几千块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当前这个给你的功能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啊。中音公司代理的 Aspiro 这个品牌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啊，只是呢，国内曝光的这个的确比较少啊。我也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这个公司，因为这个公司不像什么尼夫是这些SSL API 什么的，他们基本上都在吃70年代的老本，只有 Aspiro 这家公司是一直都在进步的，一直在发明新的东西，而且呢，跟这个时代也比较契合。如果你并不是那种情怀党你是性能党的话，他们的 Hi-Fi 产品和他们的专业音频的产品都是目前最顶级的产品。好的，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